姐，把你家便利店卖了，钱投给我。我有个朋友在做金融投资，你这些钱1个月内就能翻一番。咱们是亲姐弟，我还能坑你不成？舅亮正唾沫横飞的游说我妈，舅舅没有正经工作，经常变着法了找亲戚要钱。别人都当舅舅是油嘴滑舌的骗子，但我妈却是对舅舅相信有加。她和姥姥从小就对舅舅宠溺有加。舅舅结婚时买的房子是我妈出的全部首付。爸爸意外离世后，我妈愈发依靠舅舅。妈妈常和我说，舅舅是他们孙家唯一的男人，日后一定能有出息。至于我，早点嫁人才是正道。然而妈妈今天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声附和舅舅，她的视线一直看着哐哐作响的窗户，窗外天幕泛着暗黄，一副山雨欲来的阴沉。气象局一早就发布了沙尘黄色预警信息，专家们预测强风沙天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妈妈看着飞沙走石的街道，眉头渐渐地拧成了疙瘩。舅舅没有发现老妈的心不在焉，他从包里掏出了一沓文件，做是想让妈妈签字画押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一把抢过了桌上的签字笔。舅舅，这是我爸留下的铺子，是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，就算要卖，那也是我家的事情，至少让我和我妈好好商量一下。闻言，舅舅轻蔑地看了我一眼，臭丫头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爸生前都不敢这么和我说话。再说，我和你妈谈事情，轮得到你这个外姓人来插嘴？我看你就是欠管教。说完，舅舅抡起巴掌就冲我招呼了过来。在伏地魔老妈的眼中，舅舅做什么都是对的，错的永远是别人。你舅舅打你也是为了你好呀，二萌，你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你爸死了，咱们娘俩往后都得靠你舅舅帮衬，你能不能懂点事？但这一次预想中的耳光却没有落下，老妈猛然抓住了舅舅的手腕，她的脸色难看极了，近乎是咆哮着说：孙有德，你凭什么教训我女儿？这是我老公留下的铺子，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还有，你之前借的钱什么时候还？我瞬间愣在了原地，诧异地看向了老妈。记忆中，哪怕是当初舅舅偷拿了我爸治病救命的钱去搞期货，我妈也没对他说过重话。今天我妈这是什么情况？舅舅同样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姐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？你看外面这鬼天气，说的不好听点，你到时候出个什么意外，还不是得找我帮忙？我可是你弟弟啊，是咱老孙家唯一的男人。以往舅舅说出这句话，我妈肯定被他拿捏了，可今天舅舅话音刚落，我妈就像受到刺激一般，直接冲上前抽了他一记耳光。孙有德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当初就是被妈洗脑了，看在你是孙家唯一男娃，才会一味纵容你，还找你帮忙。你姐夫重病拿不出钱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二萌上学需要用钱的时候，你又是怎么做的？告诉你，这间小卖部就是我们母女俩的命，你休想从我手上把它骗走。骂着，妈妈一把抓起了桌上的房屋买卖合同，撕啦一声撕成了碎片。我妈是个老好人，除了对我爸和我，她一向很少冲人发火，更别提是她最爱的弟弟。我妈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舅舅捂着被打肿的脸落荒而逃，我也吓坏了，不知所措的愣在了桌边。眼前怒气冲冲的人跟我记忆里的老妈判若两人。就在这时，老妈扭头看向我，忽然她收起了满脸的怒容，亲了的揽过了我的肩膀。二萌，以前都是妈不好，错信了孙有德的鬼话，一昧埋怨你和你爹，你能原谅妈妈吗？老妈，你突然这是……不等我说完，老妈又担忧地看向窗外，黄沙漫天，外面能见度已经不足50米了。沙尘暴越来越大了，二萌陪妈去趟超市好不好？妈想囤点东西。妈妈又变回了温声细语的模样，这让我非常茫然，但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不管是老妈的状态，还是窗外呼呼作响的沙尘暴，老妈带我去的是市中心一家大型的连锁商超。老妈一向勤俭持家，平时买东西基本都在小型集市，特别喜欢捡漏临期食品。可这一回，刚踏进超市的大门，老妈转手就推了一辆特大号购物车。妈，你这是想买什么大件吗？要不我先带你。话音未落，老妈已经直奔饮品货架。老妈节俭惯了，平时看见我喝瓶装水都会忍不住叨叨两句，然而今天她却一口气搬了5、6箱矿泉水堆在了购物车上。我错愕地看向老妈，妈，你买这么多水干什么？
老妈却仿佛没听见我的问话。超市的理货员被我们瞬间堆满的购物车所吸引。女士，我们超市提供配送服务，我可以先记录下种类，当天就能配送到您的家里。理货员殷勤的神色活像是看见了财神爷。我刚要上前解释，没想到老妈却一口应承了下来。她指着满载的小车说：来的正好，水再配30箱，饮料各10箱，日期都要最近的，不能是临期。我心惊胆战地拉了拉老妈的衣角。妈，咱买这么多水和饮料做什么？这量都够咱们喝1年了，全买回去，放哪里呀？老妈百忙之中扭头解释：咱们铺子里的库存不多了，买回去就当是提前囤货，空货架有的是，好好整理一下，绝对放得下。说完这句，妈妈就拉着理货员去了旁边的粮油柜台。五常大米有基米和香米，每样搭配30包。花生油、玉米油这些挑最好的牌子，给我各配货10桶。面粉这块挑最新日期的，也是各要20袋。理货员用笔飞速地做着记录，我听着那一连串惊人的数字，心肝脾都在打颤儿。我家是在临街开着一家便利店没错，但是谁家铺子会从超市进货呢？妈妈是个去菜市场买白菜都恨不得打骨折的人，如今这般赔本批发，老妈这是疯了吗？老妈一点儿没意识到自己的反常，转眼她又走到了冰鲜冷柜。我家孩子喜欢吃鸡腿和翅根，这种5斤包装的给我来10包，牛羊肉卷各要20盒，搭配着牛排羊排也来2整箱，虾仁、扇贝、龙利鱼、黑鱼片这种各要10箱吧。妈妈一边念叨着，一边又来到了隔壁的生肉柜台。我2步并作2步冲上去。妈，冷冻海鲜不好卖的，进这么多货肯定要砸手里，而且店里的2个冷柜根本装不下这么多东西。可老妈听后却是笑着搂着我：这些都是你平时爱吃的，卖不掉就留着慢慢吃吧，冰柜不是问题，待会妈就去楼上再订几台。她就像直播带货一样，眨眼功夫就已经拍了几10单。老妈才终于止住了匆匆的脚步，我已经看傻了眼，却听妈妈喃喃的嘀咕：也不知道买的这些够不够用啊。说到这里，她突然扭头看向了我，只见妈妈眼前一亮，抓着我的肩膀就问：二萌，妈是说如果以后咱们没法出门了，只能全天待在店里，抛开刚才那些，咱家还需要置办点什么呢？我听得满脑子问号，可沉默间，妈妈的目光却是停住在了我的 T 恤上。二萌，你之前不是说想买新衣服吗？妈现在就带你去买，好不好？老妈平日省吃俭用，对我的日常开销也是严格把关，可这一天，她却把我领进了高奢品牌。二萌喜欢这个牌子吗？看着眼前裁剪精良的连衣裙，我矜持地咽了口唾沫。妈妈看着我的欲言又止，却是撅嘴笑了起来。她招来了店员，手指轻点过一排精致的衣架。我姑娘喜欢你们家的衣服，一样拿1件吧，我们都要了。我吓得一哆嗦，但根本拉不住老妈。二萌，你爹去世后，我太苛待你了，总把自己的期望强加给你，甚至为了孙有德那个混账，还想过把你嫁出去换彩礼钱。二萌，就当是给妈妈一个补偿的机会吧。妈妈盯着我的眼睛，语气中竟是带上了一丝祈求。然而，妈妈的话却被窗外的一声巨响打断。就见商超的小型广告牌竟是被黄沙卷上了天，天色似乎越发阴沉了起来。漫天黄沙覆盖下，天幕竟泛着一股诡异的暗红。这风沙怎么越来越大了？咱们是不是也提前买点东西，囤在公寓以防万一呀？女孩紧张地看着窗外，但她的男友却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。刮个风而已，难不成还能把城市吹瘫痪了？新闻上不都说了，这就是一场大范围的沙尘暴，过几天就没事了，哪用得着囤货？我下意识地皱了下眉头，抬眼发现老妈已经结完账，正催促超市尽快把东西送去我家。老妈看了我一眼：二萌别怕，沙尘暴就是这样的，现在正是上风的时候，不适合出去，等风沙稍微小些，咱们就回去。老妈的话果然应验，1小时后，风沙就比来时弱了不少，只不过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黄土味，感觉就跟进了沙漠一样。我被呛得直咳嗽。老妈立刻从包里掏出了 N95 防尘口罩，戴上口罩后揽着我的肩膀，快步钻上了车。超市停车场的到闸杆
此时已是被风沙吹得罢了工，保安没办法，只能站在路边人工收费。虽然戴着蓝面口罩，但禁不住风沙不停往鼻子和嘴里灌。我看保安难受的厉害，忍不住望向了驾驶座上的妈妈。老妈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可面对磕成这样的保安小哥，妈妈却是目不斜视看着前方，一点没有要帮忙的意思。妈，要不……我话音未落，二萌，答应妈妈，当危险来临的时候，你只要管好自己就行，没有人值得你救，包括妈妈也是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时，保安小哥终于让开了道路，示意我们可以通过了。果然，就在车子发动间，我猛然注意到保安的蓝口罩上面忽然晕染开了一片暗红，他流鼻血了，还是说咳出了血沫？我正想再看，妈妈却是一脚油门，车子轰然驶向了街道。风沙明显有了增强的趋势，但街道上依旧活跃着不少快递小哥，窒息般的咳嗽声像是幽灵一般混杂在呜咽的风中，偶尔还穿插着救护车尖锐的嘶鸣。妈，你说咱们是不是也提前囤点儿药和口罩呀？这风沙要是照这么持续下去，估计不少人都要得肺病。抓着方向盘的妈妈却是猛地哆嗦了一下，我看到她的脸上写满了恐惧，手机里也弹出了沙尘暴橙色预警信息。老妈一打方向盘，直奔距离最近的3甲医院。大夫，抗生素、消炎药和退烧药，这些能开多少开多少。止咳的、治鼻炎和肺病的尤其要多开，西药和中成药都行。医生有些好笑的抬眼看妈妈，大姐，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沙尘暴，虽然现在看着来势汹汹，但人工降上几场雨，也就晴天了，真没必要囤这么多药啊。大夫似乎想要熄灭老妈囤药的热情，但妈妈只是牵着嘴角笑了笑，没有解释什么。很快，我们母女俩就提着大包小包离开了医院。虽然关上了车门，但车里依旧被灌进了不少沙尘。我深吸了几口气，嘴里发苦，一股子吃土的味道。摸出手机看了一眼，空气污染指数果然刷破了300，这已经是重度污染了。我小声嘀咕了一句，这一波感觉比当年闹雾霾那会儿的空气质量还差呀。哪成想，车子在这时已然掉头，看方向是直奔了市中心的电器商城。老妈一口气买下了近10个空气净化器。不仅如此，老妈还采购了发电机以及户外生存用品。看着一大袋的东西，我感觉一阵头大。一路上，我目睹了10余起交通事故，整个城市在风沙的笼罩下，却变得越发混乱。这鬼天气什么时候是个头儿？感觉再过几天，人都要疯了。我无奈地抱怨了一声，哪成想一路都在闷头想心事的妈妈，忽然间接了下剑儿。这才刚刚开始，往后只会更乱的。我疑惑地看过去，老妈她好像提前知道这场灾难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。回小区后，老妈去停车，我先一步回到了店里。哪成想，昨天被骂走的小舅竟然又厚着脸皮来了店里。小舅毫不见外地抓着2个巨大的塑料袋进店抖开来，他就开始从架子上往下搬东西。二萌，天气不好，集市都关了，我家没提前囤菜，你们店里这么多存货，我顺便过来拿点儿。一会儿你让你妈再送点蔬菜去我家。这样说着，小舅已是装了满满的一口袋，转身就想往外走。老妈在这时走了进来，四目相对瞬间，她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上前拦住舅舅的去路。孙有德，你付钱了吗？舅舅嬉皮笑脸的打哈哈。姐，你也知道你大侄子条口，就喜欢吃你家的零食，他可是咱老孙家的血脉啊，你克我没事啊，但总不能委屈了孩子吧。闻言，老妈冷笑一声，一把就夺过了舅舅手中的袋子。那是你儿子，又不是我儿子，要么老老实实的付钱，要么就滚出去。小舅表情扭曲的哼了一声，不至于吧，不就是之前借了你几个钱没还吗？有必要吗？我告诉你，咱妈可在天上看着呢，你别太……舅舅威胁的话尚未说完，老妈已是一把抄起了门口的扫帚。滚滚滚，不还钱，来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看着舅舅被打得抱头鼠窜，我虽然心里暗爽，但依旧不可置信。我爸还活着的时候，舅舅在我家便利店拿东西就没给过1分钱，还时不时还出言嘲讽我爸没用，一把年纪只能守着这么个破店过日子。在舅舅的意识里面，我家的东西就是他家的。老妈今天虽然不对劲，但她太酷了，
再次赶走舅舅后，老妈便早早的降下了卷帘门歇业。二萌，你把货架上的东西整理整理，盘个货，临机的放到一个货架上，我集中处理一下。老妈这是要给新买的货腾地方，可她以前也没这么上心过店里的生意啊。我正纳闷着，老妈却已是低头又忙活了起来。便利店里的存货本就不多了，1个小时后，我们娘俩就分拣完毕。老妈这几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丝毫感觉不到疲惫。这边刚一忙完，她就举着手机咔嚓咔嚓的给临期的商品们拍照。我纳闷的看了一眼，发现老妈竟然直接把这些照片发到了小区群里。便利店转让，清仓甩货，店内商品一律1折，先到先得。见状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把她拦住。妈，咱不是刚进了货吗？怎么又突然不干了？那之前买的那堆东西咋办？老妈神情凝重看着我，随后伸手摸了摸我的头。妈只是想让他们觉得咱们娘俩搬走了。二萌，你相信妈妈，等事情都忙完，妈妈会向你解释的。你爸走了后，妈妈只有你了，妈妈绝对不会害你的。老妈话音刚落，小区群却先一步炸了锅。强风沙天气导致很多人都只能窝在家里刷手机度日。消息一出，立刻炸出一群人。孙姐，怎么突然就不干了呢？清仓几天，啥时候搬走呀？妈妈不再理会我，而是戳着屏幕一一的回复。生意周转困难，房子已经转手卖了，这周内就得搬出去，清仓就今明2天，能卖多少是多少吧。而在妈妈回应消息的过程中，舅舅也凑热闹般的发来了私信。姐，看来你是考虑好了呀，等把店转让了，钱直接打我卡上就好。对了，你店里东西给我留点啊，你大侄子要吃雪糕，让二萌给我送过来，我可以给他点跑腿费。妈妈看得脸色一冷，毫不犹豫的就把舅舅拉进了黑名单。不过1天的功夫，店里的东西就清出去了大半。气象台发布的沙尘暴预警信息，如今已经升级到了最高的红色等级。今天清完了货，后天我们就走了，趁着路上还能通车。老妈向每一个顾客都重复着这句话。早上出门倒垃圾的时候，我觉得细密的风沙简直像小刀般呼啸而过，越看越觉得妈妈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，有些魂不守舍的妈妈终于注意到了我打量的视线，她愣了一下，苦笑着问：二萌，你是不是觉得妈妈疯了？我不敢点头，可越发狐疑的表情还是出卖了我。妈妈见状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终于道出了实情。我昨天做了个怪梦，梦里就像现在一样，全球突然遭遇了巨型的沙尘暴，城市很快就瘫痪了，断水断电，人被活活的饿死渴死。这时窗外的街道上又传来了维纳的乱响，一个垃圾桶被狂风卷上天，直接砸碎了楼上的窗户。我也知道自己现在这么说有些疯狂。老妈在窗外噼里啪啦的重物坠地声中缓缓抱住了双臂。可实在是太像了，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跟那个梦太像了。说到这里，妈妈慌乱的眼神中忽然闪过了一抹决绝。这场天灾比你想象的还要恐怖，它会持续很长时间，会逼疯所有人，到时候人就变得不再是人，哪怕是往日和睦的邻居也。妈活了一把年纪了，妈不怕死，但我不想你有事。老妈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我还是听懂了。在老妈的那场梦中，我和她孤女寡母，在这种末世中根本挺不过多久。可我依旧不能理解老妈的紧张，那不过就是一个梦而已，有必要把它当真吗？这次我们一定要活下来。说这番话时，老妈的语气中竟是透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坚定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一阵沉闷的重物挪动声惊醒的。我起身一看，才发现妈妈竟然挪开了屋角那个笨重的木柜，柜子堆在那里有些年头了，吃了厚厚的一层灰。此时妈妈将柜了挪到一旁，露出了柜子背后的一扇暗门。我小时候就知道这扇门的后面是一间地下室，那是老爹生前的工作间，里面堆满了老爹的遗物。如果赶上店里进货量大的时候，这间地下室还可以充当临时的小货仓。但自从老爹去世以后，妈妈便将地下室彻底封存了起来。地下室里依旧保留着老爹生前用过的各式工具原料，乒乒乓乓的声音不绝于耳。老妈竟然是将地下室里的一应杂物全都打包放进了垃圾袋里，
我简直要被他这疯狂的举动给吓傻了，抓着他的胳膊，急切地劝道：妈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这是爸留给咱们最后的念想吗？你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哪里？妈妈回头看了看我，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眼圈竟是通红的。沙尘暴再过几天就会让整座城难换，在这种资源短缺的环境下，我们家的便利店会成为靶子。妈之前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让邻居以为咱们娘俩搬走了，只有藏到你爹这地下室里，才有可能活下来。我额角一跳一跳的疼，老妈还是固执的相信着自己的梦。可那也不用把里面的东西都扔了吧？我勉强的争辩了一句。二萌，地下室的空间有限，我们得把所有的物资都囤在下面，你爹的那些东西。说到这里，老妈顿了一下，有些挣扎的摇了摇头。你爹不会怪咱们的，他一定也希望自己的宝贝女儿能活下去。在老妈的坚持下，我们很快就将老爹的地下室打扫干净。老妈将昨天囤的新货全部转移至了地下。风沙越来越强了，手机上提示的污染指数已经刷到了500，500就是空气污染的最大峰值了。天色阴沉，风沙越来越大，城市基本陷入了半瘫痪的状态，地方已经通知停工停课，只有极个别的私家车依旧还顶着风行驶在马路上。看着屋外末日一般的景象，我愈发觉得老妈做的决定无比正确。大门紧闭，周围邻居也都以为我们已经搬走，我和妈妈正在店里忙得满头大汗，哪成想卷帘门却在这时被人拍得哐哐直响。妈妈眉头紧锁，她一边快速将木柜复位，一边与我耳语：二萌，我们现在绝对不能被邻居察觉出异样，不论是囤货的事情，还是这间地下室，一个字都不能说出去。你要记住，大难临头的时候，人比鬼更可怕。妈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这才调整好神情去开门。尽管我并不相信老妈的梦，但看着她紧绷的神情，我竟还是不自觉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谁知道门外等着的竟又是我那阴魂不散的舅舅。老妈一看是他，转手就想把卷帘门落下来，不料被舅舅抬手拦了下来。这次舅舅不再嬉皮笑脸，脸上甚至带着一丝阴狠。姐，你这几天到底是发什么疯？还把我拉黑了？你要搬走，怎么连声招呼也不打？还有，你家店究竟转给谁了？你是不是以为搬走了就能摆脱我了？我妈冷脸看着他，手里不自觉攥起一把美工刀。我搬去哪与你无关，滚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舅舅的目光在我和我妈之间游离，片刻突然紧盯着我，脸上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。我懂了，是不是二萌在外面惹了哪个野汉子？你这当妈的砸锅卖铁，给他做嫁妆。之前我给他介绍的人，他不是看不上我，这怎么又急着要找男人了？是知道自己再等就嫁不出去？你闭嘴！我听得脸上一红，心里一阵怒气。舅舅前阵了给我介绍的对象是个40多岁的油腻单身汉，我至今都忘不了那个秃顶肥猪看我时的龌龊神情。此时舅舅提起这一茬，摆明就是想羞辱我。但老妈比我的反应更快，她目皮欲裂，举起美工刀直接对准了舅舅。孙有德，你听好了，有我在，你别想欺负二萌，再敢说我女儿一句坏话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！舅舅没想到我妈这么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居然敢动刀，他吓坏了，屁滚尿流跑出小卖部，边跑一边放狠话：孙慧云过来找你是看得起你，你他妈的非要把事做绝世吧？告诉你，借的钱老子一分都不会还你，到时候你们娘俩需要用钱，可别跪着来求我。老妈看着舅舅那副嘴脸，忽然冷笑了起来。等你儿子喘口气都咳血没药救的时候，别忘了你这句话，到时候就算你想求我，我也已经搬走了。舅舅听得莫名其妙，随后扬长而去。摆脱了舅舅的纠缠后，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。我和妈妈趁着风沙稍停的时候，做事将行李箱搬上车，将车开出小区，趁天黑再偷偷回来。当天晚上风沙大得吓人，我们躲在地下室都能听见狂风呼啸的动静，但老妈的表情却比前些日子放松了不少。在这种时候，塞满物资的地下室不仅不会让人觉得混乱拥挤，反而给人带来了一种莫名的安心。也许是精神亢奋的缘故，临近午夜，我和老妈竟都没有一丝睡意。我从手机上刷了刷沙尘暴的最新情况，
那些靠北的城市如今已是彻底沦陷，恐慌像是病毒般顺着网络迅速的蔓延。看着自媒体上的恐怖视频，我终于相信了老妈的梦。妈，你咋还买了那么多摄像头？就算给咱家四面八方都装上，也用不了几10个啊。经这么一提醒，妈妈顿时想了起来，赶忙说：我差点忘了，趁着夜色，咱俩赶紧把摄像头装单元楼里。这几天很少有人出门，基本都是窝在家里，小心点伪装一下，不会被发现的。我听得云里雾里，伸手挠了挠头。老妈见状就有耐心的解释说：楼道口、楼顶和每层楼梯间各安装2个摄像头，这样我们尽管搬到了地下，也能时刻了解小区里的情况。看着妈妈严肃的表情，我心里没由来的咯噔了一下。妈，楼里是会出什么事吗？周围住的人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，我们安监控盯着他们干什么？妈妈轻叹了口气，摇头说：二萌，千万别小看任何一个人，为了活着，人可以比自己想象的残忍100倍。我有预感，明天之后，一切就都变了。老妈的预言最终还是应验了，沙尘暴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平息，恰恰相反，在我和老妈安装完摄像头的当天晚上，沙暴的风力就骤然飙上了10级，狂风席卷而来，以摧枯拉朽的势头撕扯着整条街道，电线杆柱、行道树、路标等一切孤立无援的东西全都被连根拔起。街边停靠的私家车此时也被风吹得东突西撞，车子滴滴滴的警报声几乎是从早响到晚，沙尘密密匝匝，仿佛一只黑灰色的巨手拍打着整座城市。哪怕是在白天，外面也已是一片暗沉的昏黑。我透过监控向外看的时候，发现对面商铺高挂的店招牌已经被狂风撕扯掉了，但好在我们这一片的电力设施前些年刚完成更新换代，万幸电缆都已被埋在了地下，不然这一场狂风过后，所有街区全要集体断电。看着昏天黑地的末日景象，我感到了后怕，反倒是老妈彻底镇定了下来。虽然只能蜗居在地下室，但在妈妈的带领下，我们的生活质量丝毫没有下降。妈妈大多时候是在研究菜谱，变着花的给我改善伙食。过去的妈妈总是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明明有钱却过得捉襟见肘，甚至便宜了孙有德那一家子的白眼狼。如今一片末世景象下，妈妈抛开了那些曾经的执念，反而活得潇洒自如了许多。可相比地下室里的一派祥和，外面的城市却没有这么安宁了。在超强沙尘暴肆虐的这段时间，电力系统陆续被强风破坏，发电站虽然尚未完全瘫痪，但全市也已采取了限电措施。以我们的街区为例，每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提供电力，曾经拥挤的城市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座座鬼城。这场沙暴就像一块巨大的橡皮擦，它正在一点点的抹消人类存在过的痕迹，市民的活动范围逐渐被圈定在了各自狭小的居住圈里，没有人能离家太远，所以也就不存在物资的补给，网络信号并未中断。公众媒体将这场天灾定名为了黑沙暴，全球的沙子就像是疯了一般，如今正以毁天灭地的势头齐齐的冲向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，失踪失联的人数呈指数飙升，今天还在发视频的人，明天可能已经死在了家中。大家心照不宣，再不敢去统计那些无用的数字。上层频繁呼吁市民保持冷静，严禁外出，等待灾难结束。可沙暴连天，根本看不见尽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少人家都已经出现了物资的严重短缺。我们的小区群里每天都能刷到一些家庭的求助信息，为数不少的人开始遭受饥饿的折磨，求生欲逼迫人们出门寻找物资。但被狂沙席卷的城市就像一只会吃人的怪兽，每一个尝试走上街道的人并不能保证安稳回家。黑沙暴的风力已然飙升到了12级的飓风，有人刚一出楼道就被狂风卷上了半空坠亡，有的则被高空的坠物活活砸死。但是这都还不是最糟糕的，可怕的是人长期吸入大量的沙尘，引发了一系列呼吸道疾病。最初倒下的是体弱的妇孺老人，可渐渐的很多青壮年也陆续患上了尘肺病，医院早已停摆，生病的人只能祈求手边储备的药物能够救自己一命。
我们小区群里仅仅这1周内，就因为尘肺病而咳血死了10多个人。起初我还每天定期刷新新闻动态，可等到尘肺病在城市中急速蔓延，我也开始不敢看手机了。所有的社交平台都是各种哭诉求救，仅仅是旁观，都看得人心里一揪一揪的难受。只有老妈还在持续关注着外界的信息，并且坚持比对状况。二萌，我们需要了解各地的受害情况，不能完全和外界断开联系，这样万一发生什么，连个准备都没有。老妈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，可在这特殊时期，她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韧。如果不是老妈之前看似疯狂的一系列举动，恐怕我早就活不过第3集。老妈始终密切关注着社交媒体上的动向，尤其是我们小区的物业群。随着外面的飓风越吹越强势，市里各处都传出了建筑物受损崩毁的消息。我们小区不算是新建楼房，所以当业主们听说同一街区有门头房崩塌，楼体出现裂纹时，整个群都陷入了恐慌。3号楼坐落在风口上，楼道的防盗门都被吹飞了，西侧住户损害严重，几乎没几块完整的玻璃。如果继续困守在里面，指不定哪天就要出大事。小区群里对于我们所在单元楼的处境议论纷纷，物业权衡再三，建议3号楼的全体居民顶着风沙紧急搬去小区正中的老年活动中心。老妈得知这一消息后，立马新注册了一个微信号，加进物业群，呼吁各位业主千万不要搬走。这个节骨眼上搬家很危险，更何况老年活动中心也不一定安全。只是老妈刚发完消息，就遭到了无数人的质疑和谩骂。物业快查查这人是谁，安得什么心？房子都快被吹裂了，还让我们继续住？出事了你负责。谁家有多余的食物，我愿意花钱买。我家没有囤货，食物已经全部吃完。我家还有泡面，1包100块。老妈无奈的退出微信，给我煎了2块牛排。这段时间，老妈除了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，还叮嘱我每天锻炼身体，保持体力。1周后的晚上，一声轰然的巨响声过后，小区群里忽然就炸开了锅。群里有人发了视频，那座位于小区正中的老年活动中心，竟然被风裹挟来的石墩砸穿了墙体，大半个建筑瞬间重心偏移，垮塌了下来。那些因为自家房子外墙破损，未雨绸缪迁移过来的3号楼居民，很多都在睡梦中被淹没在了废墟里。大人的哭声，孩子的叫声，各种凄惨的嚎叫被夜风撕扯得支离破碎，听得人胆寒。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整个小区的上空，受伤的人群因伤口感染和得了尘肺病，几十号人咳血窒息，惨死家中。但更为紧迫的是，许多人家中彻底耗尽了物资，越来越多的人冒着被黑沙暴卷入的风险，开始尝试着出门寻找补给。而这一天的下午，风沙稍有停歇的功夫，我安装在店门口的监控摄像头忽然捕捉到了人体动态影像，传来了阵阵的警报声。妈妈警惕地点开了监控画面，一看之下，我们娘俩便惊呆了。画面中出现的正是小舅孙有德的背影。一段时间不见，小舅的变化之大，让我们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一脸阴狠的他正拎着扳手，发狠般砸着便利店的卷帘门。小舅此番是打算闯入店中搜刮物资的，但妈妈当初关店的时候，把所有东西都转运到了地下室，店里仅剩老旧的货架和靠墙的木柜。舅舅在里面都转了一圈，最终空着手退了出来。我一直盯着屏幕。舅舅是病了吗？他从刚才起就一直在咳嗽了。妈，你看，他的肩膀总是一抖一抖的。曾经的妈妈是个无药可救的伏地魔，可如今她看向视频画面中的亲弟弟，脸上的表情却像是被冰封了一般。是孙有德他儿子得了尘肺病，他这次是来找药的。如果我们还待在上面，这次所有的药都会被他抢走，这就导致几天后你患上尘肺时，已经没有药能用了。说着，妈妈又指了指小舅手上拎着的扳手。在梦里，我曾冲上去跟孙有德理论，但被他一下砸中了头，从此再也站不起来。之后几天，孙有德还会来抢我们本就所剩不多的物资，直到把我们逼死为止。妈妈说到最后已是咬牙切齿。我看着监控画面上小舅落魄的背影，
心里是一点儿都不意外，舅舅的确能干出如此畜生的事儿。这样想着，我估算着时间切换了监控画面，如果没能在我们家抢到药，他势必会去祸害其他人。果然，楼道监控显示，舅舅敲响了隔壁一户人家的门，那是一个独居老人，年轻时是大学教授，为人很和善，所以即便是这种风声鹤唳的时候，他还是选择了给舅舅开门。这是个错误至极的决定，因为门打开的那一瞬间，舅舅手中的扳手就狠狠砸向了老教授的脑门，房门被无声无息地掩上了，鲜血顺着房门缝溢了出来。当舅舅再度走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手里多了好几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满满的物资。黑风暴肆虐下的城市中，暴力的打砸抢事件也在逐渐升级，秩序开始崩塌，大家开始遵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。舅舅在小区里汇集了一波和他一样的人渣，这帮人开始大肆袭击其他手无寸铁的居民。我家楼上一对青年夫妻育有一双子女，夫妻俩的性格温良，也很有远见。沙尘暴逐步增强的日子，他们早早开始囤货，也从我家小卖铺买了不少食品。但就像妈妈之前说过的那样，卫士之中，如果你持有大量的物资被人知道，就难免被人惦记。此刻，舅舅站在那家人门前，高声喊道：“他们家拢共就4口人，却霸占着所有资源，活活让别人饿肚子。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是不是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？”这般不要脸的颠倒黑白，却偏偏赢得了邻里的产生喝彩。孙哥说的对啊，这一家子不顾他人的死活，就该让他们也尝尝没饭吃的滋味。我看着小区监控里群情激愤的人群，不敢置信的瞪大了眼睛。这帮人已经疯了。我和老妈从监控里看得一清二楚，内心一阵胆战。楼上这家人被小舅率领的暴徒们洗劫一空，男主人被活活打死，躺倒在了血泊中，女主人带着2个孩子缩在家里瑟瑟发抖。我看得不忍，总觉得近在咫尺，也许可以帮衬一二，但老妈没有同意。二萌，我们帮不了他们。孙有德这帮人无时无刻都在单元楼里徘徊，遇到身强体壮的就说服对方加入，遇到弱小的就抢夺一空，但凡我们露出一点痕迹，就全完了。妈妈说的没错，整个单元楼几乎都被舅舅带领的暴徒洗劫一空。如果不是妈妈营造了搬家关店的假象，现在我家的便利店肯定也已被血洗一空。而此时此刻，城市里的供电系统已经近乎瘫痪，居民越发疯狂的行为让一直装聋作哑的物业看出了暴乱的苗头。为了不让局面彻底失控，物业在群里发出了新的倡议。我们希望收集物资，然后建立统一调配的机制，这样不仅可以更合理的利用现有资源，还能帮到陷入困境的家庭。请各位居民将物资全都送到物业，我们会安排人统一调配。我读着物业群里的信息，心想这也许是个能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可是老妈听后却在一旁变了脸色，又要开始死人了。妈妈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这是个馊的不能再馊的主意。如果不是这个建议，小区里还不至于彻底乱套。而妈妈的话音刚落，我看着不断刷新的群聊就惊呼了一声：“妈，你还真说对了，这帮人真的吵起来了。”邻里之间见面都跟仇人一般，他们相互提防，总觉得对方在砍于自家为数不多的物资。而就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氛围中，一件极具毁灭性的事情悄然发生了。全市所有市民都惊恐地发现，家中自来水管里的流水开始变细变小，水质越发浑浊，每回都能沉淀出厚厚的一层沙子。大家终于意识到了要断水了。大概又过了1周左右，楼道内的监控就记录下了这很恐怖的一幕。住在高楼层的舅舅疯狂地拽住了邻居家儿子的衣领，他手上拎着菜刀，刀刃已然蹭破了男孩的脖颈。你不肯救我家孩子，那我就剁了你家的种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再不把水给我们，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妈妈说的没错，小区里开始死人了，人与人之间的自相残杀比疾病更为残忍。妈妈看我一脸悚然，怜惜的轻拍我的后背：“二萌，不要怕，有妈在呢，妈一定会带你熬过去的。”在这样令人战栗的氛围中，妈妈的话多少安抚住了我。突然妈妈发出了一声惊呼，我定睛细看监控屏幕，一大块玻璃砸落在了我家铺子的门口，
玻璃碎片被狂风打着旋的一卷，再度抛入了空中。我下意识地扭头看向风速仪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外面的风速已然飙到了14级。幸亏我们躲在地下室里，这才逃过一劫。可就在我稍稍舒了一口气，却看到妈妈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。灾难发生以来，她一直表现得游刃有余，可这一回，妈妈的眼中却是带出了几分担忧。一会儿家里通了电，记得把所有能充电的设备全充上。今晚过后，我们得靠发电机了。今晚过后，整座城将彻底哑火，不只是断水，电力也将完全被切断。妈妈说得很笃定，可是我却听得一脸茫然。这几天里面，我们其实也有关注过新闻动态。电力系统今早才刚发布公告，说电站的初步抢修已完毕。根据目前的进度，有希望每天增加1小时的电力供应。官方公众号下尚且是一片欢声笑语，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熬过这场灾难的希望。但妈妈的表情却非常难看。当天晚上夜幕降临后，我经历了生平最恐怖的一晚。那是一个电闪雷鸣不断的夜晚，狂风呼啸中，一个又一个硕大的闪电袭击了整座城市，街道上瞬间腾起了滚滚的浓烟和火苗。雷暴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，在黎明时分才终于停歇了下来。街道上肆虐的闪电引爆了不少废弃的汽车，爆炸掀起了滔天的火光，不少人家的窗户被雷电击碎，整栋楼内都弥漫着浓烟。我们安装的摄像头基本都报废了，监控画面大多定格在雷暴发生的中段。通过回放，我看到不少眼熟的邻居哭喊着跑向走廊，很多人的背后甚至燃着火苗，惨叫在楼内此起彼伏。在这当中，我再度看到了熟悉的人影，舅妈抱着一动不动的儿子，浑身焦黑的跪倒在了走廊上，而舅舅就在他们面前站着，嘴里不断念叨着什么，他的脸上满是癫狂的笑容。这场雷暴葬送了无数人的性命，但小舅孙有德偏偏在这场灾难中活了下来。一夕失去了妻儿的舅舅变得愈加疯狂，他聚集了一帮人，都陷入了缺水断粮的绝境，跟他一起扫楼搜集物资。他们浑身是血，见人就杀，别人越是痛苦的哀求，他们就越是肆无忌惮。当舅舅不知多少次冲进我家后，这一次他却拿着一张长长的购物小票走了出来。在看过小票上的物品清单和购物日期后，舅舅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他叫上那群亡命之徒，直冲向我家小卖铺。舅舅终于意识到了，我们可能还藏在小卖铺里。那群暴徒砸开卷帘门，迅速涌入小卖部。在舅舅的示意下，他们开始疯狂搜查每一个角落。盯着监控的我，心脏在扑通扑通的狂跳。妈妈将我挡在身后，手里紧紧攥着那把美工刀。二萌，一会他们要是冲进来，你就躲在妈妈身后，妈妈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可这些人在小区里已经杀过了不少人，他们早已不在乎自己的手上是否沾血。忽然，舅舅的动作停了下来，他抬头直勾勾盯着监控，接着又扭头看着地下室方向。舅舅的脸上露出一丝癫狂的笑容。下一秒，木柜被移动的声响就从上面传来。老妈，快抵住门！我反应过来，立刻用冰箱顶住进入地下室的暗门。老妈也赶紧跟上，不停将物资堆在冰箱后面，顶住暗门。就在这里，把门弄开！门后爆裂的声响接连不断，是消防斧劈砍暗门的动静。在那群人疯狂的打砸之下，暗门很快被砍出一个洞，接着一张丑脸从缝隙里探进来。我看见舅舅那沾满血迹的半张脸。二萌，你们果然在这里！老姐，你好狠的心，居然骗我！一会儿看我怎么报答你呢！我随手捡起冰箱里的冻鱼，砸向舅舅的脸，将他砸得头破血流。滚开！老妈也跟上，不停挥动美工刀，试图逼退这些人。然而他们动作愈发疯狂，眼瞅着暗门就要被这群人冲开。就在这时，整幢大楼连同这间小小的地下室都开始剧烈晃动起来。收音机里传来了17级风暴预警，这已经是现有记录中最具毁灭性的风暴了。整个世界都在晃动，小卖部外侧玻璃
全部被狂风粉碎。呼啸的狂风顺着暗门的缝隙，不停将大量沙子倒灌进地下室。没人见过这幅场面，就连那群亡命之徒也怕了。前一秒还凶神恶煞的众人，发了疯往家里跑，下是往回跑，只听见他的一声惨叫就消失不见了。监控画面中依稀可见舅舅被小区的大门完全覆盖，暗红色的鲜血伴随着风沙被卷入风中。老妈迅速反应过来，用木板将暗门缝隙给堵上，好不容易堵住了风沙，可上面的动静依旧没有减弱。屏幕上仅剩的那个监控对准小区其他单元楼，在那里一个巨型的灰黑风柱正在拔地而起，只是一晃眼的功夫，前方单元楼已是被风柱吞噬，瞬息间轰然倒塌。这是楔形龙卷风！我的声音因为恐惧而额抖。龙卷风的风柱骤然出现，下一秒便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势头向着四周急速蔓延。小区里的高楼在这恐怖的风柱面前就似是多米诺骨牌一样，楼房一栋接着一栋向着两侧坍塌。不过一眨眼的功夫，风柱已是将市中心扫成了一片空地，建筑物的残骸、钢筋碎片在同一时间被巨大的吸力卷上天湾。完了！这一刻我感觉大脑一片空白，只感觉妈妈猛然搂着我趴了下来。楔形龙卷风的移速快得惊人，飓风眨眼已是席卷到了跟前，建筑物坍塌的轰隆声犹如虎啸般在耳畔炸响。黑暗之中我们什么都看不到，但能感觉出地下室的四面八方都像在被推土机拼命的凿挖，所有东西都在剧烈震颤。混乱中我猛然感觉眼前一亮，豁然抬头，这才发现地下室的顶端已是被狂风撕扯成了碎片。万幸我家所在的位置偏离了楔形龙卷的前行方向，我们只是被风柱及外围的狂风扫到，所以第一波强势的冲击过后，风速骤然下跌，但是被裹挟上天的各种水泥碎块这时却如雨落般噼啪而下，我们无处躲闪，被劈头盖脸的砸了个正着。有什么东西磕中了我的额头，血刷的一下就涌了出来。混乱中我根本睁不开眼睛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长时间。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只觉得浑身上下的皮肉都像被刀割过一般。我倒抽着凉气抬头去看，这才发现自己的上衣已是被血浸透，妈妈倒在我身上，肩头已是血肉模糊，块巨大的钢筋条砸中了她的肩膀，半边胳膊扭曲成了一个诡异的弧度，妈妈背上同样落了无数石块，有的甚至嵌进了肉里。我忽然想起来了，在我被落石砸晕的前一刻，曾被一股大力撞翻在地，原来是妈妈在那时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。如果不是她挡下了这根钢筋，我可能现在已经死了。妈！我嘶哑的大喊，她顾不上肩头的伤势，有些失神地望向阴云密布的天空。二能，这雨不对劲。这时雨果然越下越大，很快就漫过了我们的脚腕，地上本就全是破碎的砖石和细沙，混合上雨水，立刻成了一汪浑浊的泥流。很快地下室水越聚越多，我们再也站不住，只能爬上冰柜柜躲避。暴雨倾盆，短瞬间残破的城市再度被大水吞没。妈妈紧紧地搂着我，紧张地缩在柜子上面，眼看我们就要被洪水没顶。突然我感觉我又能呼吸了，惊恐地睁开眼睛，这才发现我们的头顶不知何时冲来了一辆蓝色的小皮艇。你们还好吗？坚持住，我们这就拉你们上来。皮艇上的人一拥而上，七手八脚地将我们娘俩救起。我和老妈看着皮艇上那些最可爱的人，不禁热泪盈眶。我们还活着，活着真好。伤好之后，老妈立即开始重操旧业，我们家的小卖铺在废墟里再度开了起来。老妈重新给小卖铺取了个名字，朝阳便利店，象征光明，象征希望。